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今天比特币继续了一个弱势的走势，并且呢，目前已经回踩了我们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线61000美金。那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存在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支撑的，因此呢，比特币在目前这个位置上是有机会存在反弹可能性的。那这里如果出现反弹，将会迎来第三次回补。那第三次回补的目标位呢，仍然是前面行情当中反复提及的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这个位置，大概是在63500美金附近完成第三次回补，并且再度回踩一个61500美金之后，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横盘整理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将要进入到尾声阶段。那么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因此呢，一旦这个调整和回补，它的主要回补的区域是67000到6100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回补结束之后经历3到4次回补结束之后，进入到变盘区域，容易出现比较大的行情。那么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本轮行情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在3月4日这周出现悟空阳线之后，连续9周都是处在一个悟空阳线横盘整理的一个震荡范围。那这里的横盘震荡整理非常类似于23年12月份也就是说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出现之后的一个震荡过程。那么第4轮次悟空阳线出现之后，这样的一个横盘整理的震荡过程和第3轮次悟空阳线出现之后的震荡过程高度一致，高度类似，这将为未来周线级别上出现新的8级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带来机会。因此呢，当前的震荡整理虽然比较恐怖，因为这个 K 线呢始终处在底边线的位置运行因此呢，让人感觉到这个空头很快要来了。但是这个位置刚好是容易发生震荡继续，容易发生这个横盘整理继续力量从而转变成横有多长纵有多高一个结构的一个时间点因此呢，耐心等待这个时间节点出现。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大概是在5月中旬将要进入到这个变盘区域。同时呢，通过AI 困上的云图来看前500名币种，今天虽然比特币有所下跌，但是和昨天不同的是昨天大部分币种呢都随着比特币进入了调整阶段。那今天呢是互有涨跌，前500名市值的是这样，那前100名市值的我们也看到了，都是出现了互有涨跌。那这里涨跌幅度比较突出的，我们认为是平台币 BNB 呢，我们前面行情当中反复提及，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那这个趋势是根据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来看到的。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已经突破了，成功站上了 0.009。 那么目前呢 BNB 也在一个比较窄幅的，从3月16日到现在1个多月的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并且呢，这个收敛三角形上方呢是存在一个箱体结构。那在这个箱体结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4次等位置波峰呢，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虽然第4次出现之后有一度回踩箱体底边线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认为4次波峰出现之后，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之后，容易走出新高。那 BNB 呢，一旦走出新高，那么容易出现一轮新的走势，将会平行于20年到21年BNB 大牛市从6.4美金涨到691美金100倍涨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出现这种平行式的上涨结构，那 BNB 将会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行情。那么最近的热点币种出现了沸腾性的热点币种是 TRB 这个 TRB 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反复提及。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 TRB 做出突破性动作。这里在4小时级别上，5日均线、10日均线上穿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还有200日均线之后，出现了一个多头信号。那多头信号出现之后，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8级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第1轮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走出了第2轮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我们看到日线级别5日均线、10日均线也上穿了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那这里呢，就是从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一个突破过程时间级别上发动了一个突破。那这里突破之后呢，我们看到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做了一个回踩动作。那么这里就非常类似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周线级别的比特币。我们知道周线级别比特币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直接做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然后做了9周的调整。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之前的课和今天的课反复提及了。那么当前行情当中急速上涨过程当中的 TRB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在第1轮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第2轮次的悟空阳线走了出来，随即发生调整。然后我们把时间级别切到小日线级别，可以看到这里的
调整时间级别是小线级别。如果这个调整过程能够形成横盘整理的收敛三角形结构，仍然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可能性。同时呢，这里面在日线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个第一根悟空阳线出现之后，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从10月份开始，它就做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跌破之后，进入到了 TRB 属于 TRB 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在黄金坑区域之后，进入到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启动信号，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构。我们认为焦点位呢是有黑洞效应的，容易把 K 线、容易把价格吸引上来。那刚好在这个位置上发动突破，如果144均线在$110附近构成支撑的话，我们认为对于 TRB 来说，未来还有很大的机会。昨天提到的这个热门币种HIGH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那么 HIGH 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会员票，我们上周就提了出来HIGH 在多个板块当中出现了一个上涨行情，其他币种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在多个板块走出了一个逆行情的走势，因此呢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币种。那么今天继续上行，我们也看到了，刚好符合了我们 K 线修战法的一个向上趋势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走势当中，我们昨天就说了昨天刚好踩到了$3.7的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这个底边线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因此呢今天出现了快速的反弹。那么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未来仍然有机会，原因是我们目前在屏幕上来看没有办法画出当前收敛三角形的焦点，证明这个趋势仍然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认为一段趋势如果画不出来，它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这个趋势就容易继续走下去。如果一旦我们能画出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并且呢 K 线接近这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么往往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当前行情当中它的结构没有完全走完，因此呢，对于 HIGH 来说，对于这个多个板块当中的热门币种来说，我们认为它仍然存在很大的机会。那么在弱势行情当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很多强势币种。那么 GoTo 就算一个这两天我对 GoTo 也做了一些解读。这里面我们看到 GoTo 是 Solana 板块当中的一个次新币，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5个多月，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始终在当前 GoTo 的结构当中，我们认为它目前的一个支撑位是在$3.5。那这个支撑位呢是由前面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然后在下方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对于它来说，未来在如此的横盘震荡整理之后，有突破性上涨的一个机会。那么 DeFi 板块当中龙头，我认为是 GoTo， 原因是 DeFi 板块当中热门的一个公链是 Solana 公链今年涨到$200以上。那 Solana 公链上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的平台币它的市值比较小的平台币，并且受到大多数人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 GoTo 因此呢，对于 GoTo 来说，我们认为它将会迎来一个当前高位横盘整理之后的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机会。然后呢，还有一些偏主流的山寨币偏主流的 DeFi 板块当中的山寨币，像 UNI， 那这次调整比较深，原因是美国 SEC 对Uniswap 对 Uniswap 做了一个起诉，但是 Uniswap 始终是 DeFi 板块当中成交量最大的龙头一哥。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多次的日线级别下跌洗并且在最后一次日线级别下跌洗过程当中跌破了144均线，跌破了日线级别169均线和200日均线。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位置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接近前面行情当中筹码密集区的一个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形成横盘震荡整理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这个震荡整理的收敛三角形接近5月底到6月初，容易做出平行式的对称的走势。那么这里如果能够出现平行的对称性的反弹的话，它的一个走势和结构将会平行于24年2月到24年3月年初的这段上涨过程。那么这个上涨过程非常容易在暴跌之后走出来因为 SEC 对 Uniswap 起诉毕竟是短暂的，这一点有点类似于 SEC 前面一段时间对 Binance 平台做的起诉所以呢，短时间的消息面的影响并不会影响一个偏向于主流的数字货币的趋势所以呢，在未来我认为 Uniswap 对于 Uni 来说仍然还有很多的机会。